我是志涵，我是莹，欢迎来到 A 公公头。欢迎来到 A 公公头。忘记要讲。我是志涵，我是莹，欢迎来到 A 公公头。哪位老师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哦，最深刻的印象是吗？最深刻的印象应该是院长啊。如果是讲跟院长讲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就是 bro， 我们一起加油啊。就是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来朋友之间交流会比较多。然后有时候他也是会愿意去聆听学生的意见呀，因为毕竟因为每一个时代迭代都不一样嘛，我们每一代人的想法不一样，所以在创意设计上面，想法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是，如果是以朋友这样子来相处的话，其实在我们学习上面的那个成效会更好，因为你不会很像来我老师很严格的，他不爱讲话，然后很凶这样，然后我不敢问他更多我不敢跟他获取更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学校的老师可以突破到这点是很难找到的，坦白讲，亲民，对，很亲民。所以我觉得是，我就算现在已经毕业了，然后我们跟学校的关系、跟老师的关系就很像朋友，也可以是 partner， 很难讲之后可能会有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 point。然后院长的带领之下，我也看到他很用心的把他想要传承教育的这个精神。Spirit 传承下去，所以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就是这一位院长 PC 老师但是我的话就是他是在有一次万圣节活动的时候，他在假发的样子让我印象深刻，就 rock 这样子的感觉。来这边请上，我还有照片，我有照片，有的人可以给我，要的人可以给我。哇！就有时候翻到会觉得很好笑，而且其实那时候学校氛围也很好，因为就可以一起有活动一起吃吃喝喝表演，然后有一些关于设计的东西也可以一起分享。当然，求学期间有什么难忘的经历？这个刚刚那个是老师深刻老师难忘的经验EK 老师吧，就算是因为我那时候是 MCO 的时候来这个学校嘛，然后报名的人比较少，所以顺道来只剩下我一个人在上课。可是就算是只有我一个人上课还是什么他也是会很细心教导。然后有一次我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有网课嘛，然后我是上到一半就有事情，家里有事情，我就想问老师可不可以暂停一下，可是他也就很谅解，就让暂停一下，然后再继续，所以很好，就蛮难忘的。在我last sem 的时候，最后一个 assignment 最后一个 assignment 的话，我们是要拍摄一组关于自己品牌的电影，微电影。然后那时候是出动了我们整个班上的人整个班上的人，然后一起去配合这个演出。然后还记得我们是直接户外取景所以那一段经历是很特别，然后也是很难忘。因为尤其是还在求学这个期间，我们学的东西什么都可以直接用出来嘛。然后又很好笑，我记得很好笑，然后很累，拍到蛮累，几乎一整天。然后我们的摄影老师建老师也是从早上就陪我们直接到傍晚。所以那个经历是很不错一下。说说学院的学习环境与气氛。OK， 学习环境的话，因为我21年入学校，那么之后22、23年就学校慢慢开始在筹备、在扩张它的那个规格规划了，所以学校也是有给了我们很多不一样的那个空间然后我们的空间范围更大 ，and then 我们学校除了它有教那个广告设计，它其实也是有那 interior design 嘛我们的院长夫人就是 ID 的老师所以整体的设计来讲肯定是不用给任何置评真的是很 chill 啦然后也是很符合学校的那个感觉，其实我觉得都很不错
学习气氛的话不会压力哦，对我来讲就不会压力。就大家放学了过后，你要留在学校就留在学校啊，你不要留就回家休息，然后不会压力，然后很 chill。学习环境啊，就是蛮温馨的，因为你可以，它有一个空间是可以给你，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留下来做功课。对，它就是，而且那空间也蛮大，蛮舒服的。然后也不会讲你一定要马上走啊，还是什么，大家就会一起留下来一起学，就觉得很温馨，也很有趣，因为你就不会一个人在家里死气沉沉的那样做嘛，大家讲的，哎，做完了，也有可能没有做完，因为你会讲太多就在讲。然后学校楼下还有那个饮水机，对，然后那个很多买咯啊，有时候院长心情好就会给你清仓大促销，不用钱自己倒。对，通常呢我都会喝一个5杯以上。不要瞎掰好吗？不用钱。呀，想对学院的话，想对学院说的话，可能是学校的发展啊，你觉得有什么可以讲的？对学校未来的规划，好像现在还蛮扩张到蛮大的，然后又有录音室，我们都没有用过，是哇，不可以了，有点羡慕。我觉得希望可以变成2间、3间，甚至更多，加油！对，就是这样。我想对一个讲的就是，继续把你那个热爱传承给下一代，每一代的设计师，然后学校会越开越多间，越来越好。说说自己读完设计后的改变。改变蛮大的呀。第一的话就是一定是整个学习就是专业的部分啊。我们先从几个层面来讲，如果是以学习的专业的那个技能来讲，一定是有很大的改变。这个就很像我们大三的，我们last sem 的时候，我们 last sem 的时候再看回我们 sem 1的东西，那个落差感就可以看到那个改变。对，这能力上面的提升哦。然后第二就是我也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就是学校老师们，尤其是院长了，就是他想要把这个设计的东西传下去的那个热忱，因为有时候可能不是为了钱而做，有时候是为了自己的使命感跟热爱在延续。把这个设计的东西延续给下一代这样，所以你来这里上课的话，你是可以 feel 到他有这样子的一个 spirit 在这边。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因为这个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从学院毕业之后，我就自己成为自雇人士，自己出来接单这样子。然后在这一段期间，也是受了学校老师蛮多启发的呀，因为他们在课程里面会教到我们一些实战的东西啊，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啊，就是 experience 上面的分享。可能你去接顾客啊，接见顾客啊，你跟顾客谈的时候啊，你的报价、你的 presentation 应该要怎么做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些是经验之谈，不一定是外面别的学校可以给到你的啊，但是这里你一定会拿到。这是我看到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也看到自己的改变。哇，就是更会有一个成熟的设计系统吧，会像无头苍一样，就是不懂要怎样开始，就会懂要先找这样东西，再找这样东西，然后再想一下自己的那个。加入一点自己的想法，然后去完成。对。然后比以前更进步哦，就不会很像那种过家家这样的设计啊，就是可以拿出来面对大众这样子。就更加的有系统性的做设计。对。然后然后又有结合了一些营销的元素在里面，不会就是只做自己喜欢看的东西就好了。对。学弟学妹说的话。我的话一样哦，就认真上课，有什么问题敢问老师，因为以后也不会有人就是不尝试跟你讲，然后一样好好保护头发。这边有什么推荐的广告产品？很油，结果观众出来一定骂我，根本没有这种头发。还在找着。我觉得就是把功课做好，一定会学到很多的，然后尽量不要让什么东西都老师去 push 你，就是东西讲好了就按照时间内去完成啊，然后自己有多的时间可以去 explore 别的东西呀。
好像来一些 marketing 上面的，或者是一些你别的兴趣爱好、一些技能啊，不一定就是你求学这段时间一定是要窝在设计里面啊。我觉得有多的时间可以去 explore 更多不一样的技能。我觉得设计师很重要一点就是要走出去。你反而一直待在一个封闭的空间，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因为我本身已经 work from home 1年了，因为我自己出来做嘛，所以那个感觉是很辛苦的，所以一定需要多的外出去看世界。然后这些你的生活经历，丰富自己的生活经历，也同时在丰富着你的设计的灵感的跟元素。你会想的比别人更不一样的东西。这我觉得可以给学弟学妹的话，除了学习还要去玩啊，该玩就玩啊，该做就要做啊，就是这样。来，先要做。拜拜，拜拜，来这里报名学习。对，非常好，老师都很负责。